纵观中国封建史，秦王和晋王这两个封号最容易成为皇帝。拿晋王来说，隋炀帝杨广、唐高宗李治、宋太宗赵光义等在成为皇帝之前都被封为晋王。秦晋两王之所以和皇位有缘，并不是因为这两个封号有什么魔力，而是存在客观原因的。古代分封藩王大多沿用东周时期的诸侯名，当时秦国和晋国实力最强，所以一般把年长的皇子封为秦王、晋王，此后才是齐、楚、燕、赵等。因为秦、晋两王在皇子中年长，不仅占据长的名分，而且羽翼早已丰满。若东宫太子发生不测，秦王或晋王就最有可能继承大统，这就是他们和皇位有缘的原因。本期影片的主人公正是明朝第一代晋王朱刚。若朱刚仍在，皇位也许轮不到朱棣了。朱刚出生于元朝至正18年，当时朱元璋刚占领南京不久，四面皆是敌人，朱元璋忙得焦头烂额。所以朱刚出生时，朱元璋并没有给儿子太多的关注。后来等朱元璋立稳脚跟，立刻开始抓儿子们的教育问题。朱刚开蒙很早，3岁时就和大哥朱标、二哥朱爽一起拜在宋濂门下。洪武3年，朱元璋沿用秦汉古制分封藩王，12岁的朱刚被封为晋王。此后，朱元璋开始对几个年长的儿子进行针对性锻炼。为了不让他们骄奢懒惰，朱元璋命人制作麻鞋和行囊。如果皇子们出城，只有2/3的路程可以骑马，其他1/3的路程要下马，穿着麻鞋，背着包袱不行。不仅如此，朱刚和太子朱标、秦王朱爽、燕王朱棣等皇子每天天不亮就要到大本堂读书练字，有时候朱元璋还会亲自考教。经过朱元璋严苛的文武训练，待朱刚长大，他已经是个文武全才的皇子。史书记载，朱刚眉清目秀，身材修长，不仅聪慧，还很机智，很有威仪。从朱刚的成长经历来看，他虽然贵为帝王之子，但从小过得并不轻松。这种不轻松的磨练让朱刚受益匪浅。洪武11年10月，朱刚带着妻子和儿子离开南京，到太原就范。按照朱元璋的规划，西安、太原、北平、大同、大宁、宣府等9座城池濒临蒙古前沿。这9大藩王拥有3个护卫军权，镇守边塞，当时称为9大塞外。朱刚作为朱元璋的第3子，镇守太原，和秦燕2王横向连接，十分要紧。朱刚临行前，朱元璋将朱刚叫到跟前，交给他一块玉珏留作纪念，并反复叮嘱他太原的重要性，要他善待百姓，做大明朝的柱石。不过，离开父兄监督的朱刚很快就放飞自我，恢复本性了。首先传来的消息是，朱刚在半路上鞭打了给自己做饭的厨师。朱元璋闻讯大怒，快马加鞭送来谕旨，将朱刚好好教育了一番。他说：“我当年打天下的时候，谁犯了错，我都没有姑息，唯独给我做饭的厨师徐兴祖，他侍奉我23年，我从来没有折辱过他，因为怨恨不在大小，就怕得罪小人。”这是一个父亲对儿子掏心窝子的经验，只可惜儿孙时常不把父辈的教训当一回事。朱刚在太原期间，性格骄纵跋扈，多行不法之事，甚至有人状告朱刚有异谋。朱元璋大怒，要问罪于朱刚。好在太子朱标极力帮3弟说话，朱刚这才免罪。不过，洪武24年后，朱刚开始改过自新，并参与了洪武朝的一件大事——诛杀蓝玉。明朝洪武25年4月，太子朱标去世。朱元璋经过漫长艰难的思考，最终决定立朱标之子朱允文为皇太孙。考虑到皇太孙资历尚浅，接下来朱元璋开始为孙子清理障碍，蓝院就此爆发。蓝玉从洪武中期开始崛起，曾2次作为北伐主帅，麾下亲信众多，在军中也素有威望。朱元璋要想清理蓝玉，就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布局，在这些布局中，秦王朱刚就是最关键的一环。蓝玉案发生于洪武26年，当时锦衣卫指挥使告发蓝玉意图谋反，随后蓝玉和景川侯曹振、贺寿侯张毅、竹卢侯朱寿、定远侯王弼、东莞伯和荣及吏部尚书张辉等党羽很快被抓。史书中记载的疑点在于，蓝玉和胡惟庸不同，蓝玉和他麾下的党羽都是战功赫赫的武将，为什么他们被抓的时候连一点响动都没有？根据明史记载，蓝玉案前，宋国公冯胜引国公傅有德、
怀远侯曹欣、定远侯王弼等悍将都被调往山西，有理由相信这是朱元璋在提前布局。因为晋王朱刚在山西，而冯胜、傅有德常年在朱刚麾下，他们俩又比蓝玉的资历老，能镇得住军中将领。至于怀远侯曹欣、定远侯王弼，他们是蓝玉的党羽，朱元璋是借朱刚之手来看住这二位。不仅如此，在蓝玉案爆发的同时，朱刚还以迅雷之势诛杀了会宁后张温、安庆侯仇正、徽仙伯桑敬等人，就连他的岳父谢成也被朱刚设计擒获。蓝玉麾下的普通军官也被朱刚所拿无数。只看晋王朱刚，就很容易理解朱元璋为何能轻易处置蓝玉，却不怕蓝玉党羽反弹了。所以说，虽然《明史·蓝玉传》中没有记载朱刚半个字，我们通读明史会发现，在朱元璋的布局中，朱刚是重要一环。虽然蓝玉不是朱刚亲自诛杀的，但他在诛杀蓝玉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所以，《明史·朱刚传》中才会有一句：大将如宋国公冯胜、尹国公傅有德接受节制。又赵王军中事大者方以文，洪武28年，朱元璋的次子秦王朱爽被人毒杀而死，朱元璋对朱刚则更加倚重。此时，朱刚身为朱元璋最年长的儿子，他身居山西，当时的北方赋税第一省，又有权柄在手，连朱棣也被三哥压制。根据史料，朱刚麾下卫所的兵马经常跑到燕王朱棣的地盘，不仅欺负燕王的兵马，还对燕王进行监视。有一次，朱刚麾下的千户竟然抢了朱棣属下的果园，朱棣得知后一点脾气都没有。所以说，若不是朱刚提前去世，以朱刚的彪悍性格和强劲实力在旁，朱棣未必敢造反。甚至可以假设，若朱刚不提前去世，建文帝可能优先选择朱刚做削藩的对象，到时起兵靖难的就是朱刚了。洪武31年，晋王朱刚生病，朱元璋不惜从京城派太医持赴太原，但依旧没能治好朱刚。当年3月30日，朱刚病逝，年仅41岁。当时朱元璋已经71岁高龄，再也承受不了丧子之痛。2个月后，朱元璋驾崩，父子俩去世的时间仅隔58天。朱棣登基后，为了彰显自己的正统性，对建文帝和大哥朱标进行了一系列的诋毁。他拒不承认建文帝的年号，也废除了朱标孝康皇帝的尊号。在《明太宗实录》中，朱棣甚至将大哥朱标说成是一位懦弱无能、不得父亲喜爱的太子。不仅如此，对于三哥朱刚，朱棣也没有留情。在永乐年间成书的《奉天靖难记》中说，朱刚和太子勾结，沽名钓誉。为了扳倒朱棣，他们俩经常派人秘密搜集朱棣的罪证，最终无功而返。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朱棣和朱允炆的不同。朱棣的削藩先从舆论造势开始，步步为营，布局了20余年，不断从内部分化打压晋王一脉，使晋王一脉从此一蹶不振，再未起到平藩太原的作用。纵观晋王朱刚的一生，他童年受到严苛的教育，青年附晋为藩，壮年领兵屯田，压制朱棣，参与诛杀蓝玉。在朱元璋心目中，晋王应该是一位合格的藩王。然而，朱棣登基之后，晋王一脉迅速凋零。部分史料中给朱刚塑造一个狂傲无能、心狠手辣的形象，仔细读《明史》会发现，真正的朱刚绝非如此。